大家好，我是乔文杰，也是风帆摄影计划人间巧事的作者。今年9月份在亚欧大陆会有一次月全食，中国全境可以看到，所以我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解一下怎样规划这一次的月全食。下面我们打开巧摄，因为这一次我们要做很多的任务，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先改一个名，改成2025年月全食计划。这待会儿做的所有的任务都会保存到这个计划下面，这样也方便大家如果下一次在有月全食的时候，可以回到这个地方来找之前的任务做参考。巧摄的日食月食功能在新历翻页下面，从这个地方往下一拉，然后选择特别兴趣的日食月食，然后我们就在地图上稍微缩小一下，你就能看到这些不同的线条。那这些线条在谷歌地图里面显示的是最全的。如果你长按它，可以选择高德地图，你会发现它有些线条会不对。那比如说在这里，你看这里歪过来了，实际上这一条线条是不存在的。那这边因为是时区回归线，高德地图就有一些问题。那如果你使用百度地图，压根就完全就乱了。你看百度地图完全就是不对的。如果使用腾讯地图，这边也有问题。所以所有的地图中只有谷歌地图是最好的，其次是高德地图。这里说一下，因为有的人说为什么看不到这些线条。其实如果你不看这些线条，你就把你相机图钉移到你想要的位置，比如说我移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来看上面的数字就可以了。中间这一排大的是时间，也就是每一个月食阶段对应的时间是几点。其实在整个国内时间都是一样的，你看我不管移到哪里，你看最时辰的时候都是2点12分。那移到广东这一边也是这个时间，因为国内就一个时区，但是如果你移到国外就会不一样，比如说移到哈萨克斯坦，你看它时间就变掉了。时间是一样，但是各地拍出来的画是不一样的。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看下面的这一排小的数字，这个小的数字是月食的不同阶段对应的仰角是多少。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相机放到南边一点，它的仰角是50度，那如果移到北边，移到内蒙古这一边，它就变成35度了。那如果移到东边，山东这个地方来，它的仰角是36度。那如果移到同纬度的西边，变成46度了。所以总的来讲，这一次国内是在东北的方向仰角最低，西南的方向仰角最高。这样大家在构图的时候就知道仰角是多少。所以首先我们来把相机设好，然后来看一看你所在的城市的这个地方仰角是多少。下面我就随便找一个地方，在湖北的某一个地方，它这个仰角是43.6度。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操作。第一个操作就是我们长按时辰这个地方，长按它，把它设为计划时间。那下面这个时间就改过来了，这样我们后面所有的计划都围绕这个时间来转就可以了。还要再做一件事情，就是来长按这个粗窥。所谓的粗窥就是月偏食开始，时近是月全食开始，时辰是月全食最大，升光是月全食结束，而复原就是月偏食结束。那么半影时时和半影时钟有没有用处不大，因为这两个的情况实际上就是月亮比平时稍微暗那么一点点，拍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什么区别，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从粗窥拍到复原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先长按粗窥，然后选择延时和序列的开始时间。那如果你这选了之后，底下的时间出现错误，建议大家升级一下，因为前面有个版本会把月份改到10月份，所以大家去升级一下，确定自己的版本是10.0.1616这个小版本号就行了。我们再长按复原，把它变成延时和序列摄影的结束时间。这样的目的其实是到序列摄影这个页面，你会发到这个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都记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序列了。在这个地方我们选择日食月食系列，这样一个基本操作就完成了。下面我们就可以打开取景框来看一看。打开取景框，对着这个月亮，焦距差不多改到20左右，点击取景框，这个月亮就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来了。如果想看月亮的序列，就从这边选择序列摄影，它就会把这个序列画出来。这个序列的月亮的间距你是可以调整的，我这边是10分钟一张，你也可以改成5分钟一张，稍微密一点。但是其实这个就是给你看一看而已。一般我在拍摄的时候，我可能会10几秒甚至几秒我就拍一张，我根本不会考虑这个间隔的。只是在后期的时候，我会考虑根据我希望的月亮的排列的密度来决定每隔几张来选一张来合成，那就是因为这个目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在湖北这个地方，你想把月全食拍全，差不多可能需要20或者更广的才行，因为你多少还得包括一些前景，可能15的焦距，
可以把月全食拍完。那如果束缚，你也可以模拟一下。那这个模拟的意思就是让你知道你用什么样的焦段去拍，因为在拍摄的过程中你的相机就不动了，所以你事先就必须把构图全部想好才行。你想看其他的地方也非常的简单，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们移到东北这一边来，直接打开取景框就可以了。在东北这一块它的仰角就低了很多，我们可以改成横幅的拍摄，焦距也可以稍微大一点，改成20都没有问题，可以把地景给包括进来。那如果移到南方，我们来看一看，移到广东这一边来，你看它就高了很多，可能得束缚才行这样。所以大家理解了为什么要用取景框模拟的目的了。这一次我们要找机位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找一个四周尽可能空旷的一个比较高大的地标，我们从东北方向往西南方向拍。如果到了乌鲁木齐或者是再往西边，它就变成西北往东南方向拍了，因为我们这边大部分用户应该都是在中国的沿海或者是中部地带，那基本上都是从东北往西南方向拍。这里有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拍一些高塔，像小蛮腰、电视塔、灯塔，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的雕塑，用它作为前景来拍这个序列。第二个可以拍一个大型建筑物，最好是造型比较好看的，带曲面的最好，因为曲面和月亮序列的曲线可以配合。第三种就是大桥，最好是有斜拉锁的，有很多曲线的大桥，整个月食序列非常大，而大桥也会比较大，所以这样配合也会比较好。那第四种我想到可以用一种框架构图的方式，比如说像福建的围楼，你可以在围楼里面拍，周围的屋檐刚好把月亮序列给包括进来，或者是山洞也可以。那如果方向刚好对，那当然呢，也可以是过街天桥或者一些天井，只要这些天井足够大，比如说像一些北京的 SOHO 里面有的天井还是挺大的，那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把这种天井作为一个框架构图。拍摄月食还是有一些套路的，根据广角或者是长角，我把它分成这几种拍摄手法。那这一次的月全食，我们在国内有以下的这些拍法。可以只拍月亮，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拍的。那你也可以拍空间站零月食或者是飞机零月食，这两个比较高难度的拍摄技巧。广角我们主要就是拍摄月食序列，那这里有几个是没法拍的，比如第一个长焦地景月亮或者是长焦人像月亮，那这两种因为月亮的仰角太高，而不是说你不可以拍，你可以找一个比较高的建筑物或者是高的山峰仰着拍，但是拍摄的效果就不会特别的好，所以不建议。那另外一个月食银河这一次也不行，因为月食在发生的时候银河中心已经落下去了，所以也不适合拍。如果是在欧洲就可以拍到，但是在国内是不行的。我的建议是采用双机位，第一个机位用长焦只拍月亮，目的就是来记录月偏食到月全食，然后再到月偏食的整个过程，持续3个多小时。那建议是使用600毫米以上的镜头，使用赤道仪，这样方便我们自动去跟踪月亮，否则你隔一会儿就会去移动一次镜头，会有点麻烦。用赤道仪就会方便很多，但赤道仪你也不用特别的均整，因为有的地方可能光污染比较严重，对极轴比较困难，或者是北极星会被挡到等等，这些情况都有可能。赤道仪就算对的不是特别的精准，那只要你在拍摄的过程中月亮不出框就可以了，不需要像拍摄深空的时候对赤道仪的要求那么高。那我的建议是采用手机 APP 来调节参数，而不要每次用手距碰向距去调节。我平时拍月食一般是5秒一张拍摄月食的过程，5秒算比较快了，其实10秒或者20秒也没有问题。那如果是5秒一张，我每一次拍一张要手动去调节相机的参数，那相机肯定会晃动的，那回稳了之后时间肯定远远不止5秒，可能30秒都不够。那这种情况就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我的建议是采用手机 APP 去调节，这样会方便很多。第二个机位我们就采用固定机位的方式，全程都不需要去碰它。我们采用广角拍摄带地景的月食，那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制作延时以及月食的序列。那器材基本上是20毫米焦距或者更广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次的整个月全食20毫米焦距基本上可以把它整个包括进来，并且可以包括一部分前景。在拍摄之前，你一定要用巧摄来模拟月食序列在天空中的位置，根据前景来决定这个序列在前景的哪一个位置更好，把构图给定下来。开始拍摄的时候，你就把相机对着前景，保证你的构图和巧摄里面的构图一样就可以了。月亮到时候自然会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而拍摄参数，我们建议采用月全食的时候月亮的曝光参数来定，那这个在巧摄里面可以查到。一旦定下来
以后你就全程用 M 档手工档来拍摄，不要去调节它。那拍出来的照片，因为是我们按照月全食的参数来曝光，所以在月偏食的时候，因为月亮非常的亮，那一定会过曝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用的是广角，就让它过曝好了。那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看一看拍出来最后是什么样。因为我知道月亮的轨迹呢是一个曲线，所以我就利用地面的这个前景和它配合。我的曝光参数是根据在这一点的时候月亮的曝光来决定的，也就是保证在月全食的时候月亮的曝光完全正确。那么在开始和结束，月亮一定会过曝的，因为我想拍这样一个序列，把整个月全食的月亮的亮度变化的过程给记录下来。这样一个构图看上去特别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金箍棒。所以我们就称之为金箍棒月亮序列。所以有的时候我想，你找一个孙悟空的雕像来拍一个孙悟空手持金箍棒，其实也蛮有意思的。这是我推荐大家的双机位拍法。我们最后会有很多素材，我们有月亮整个过程的长焦特写，也有广角拍摄出来的月亮。之后我们就可以后期做出，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出长焦月亮的一个延时。我们也会有一个广角的延时，有一个广角序列的单张照片，剩下你怎么后期那就会方便很多。前2天我发帖说我要做一个视频的时候，有的人就开始做计划，然后他也跟我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发现这次月亮仰角特别高。有的人就问我，乔老师，你能不能让月亮低一点？对不起，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想让月亮低一点，你只能去换机位。如果还想在你自己的城市，那月亮是多高就多高，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想低一点，你就去看这个线，右3北边是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大家显然是没办法过去的。在新西兰这个地方，它刚好是在右3这条线上面，所以这一边其实可以拍摄低角度的长焦月亮的。这一边是在月落的时候嘛，那如果月初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就往这一边走，找这个右2这一条线，我把相机放到这个位置，它的仰角你看才6.9度，在时辰的时候，所以这个地方是可以拍的。所以这一次欧洲应该会有大量的大片出来，那比如说意大利、奥地利、德国都是非常不错的，法国这一边其实也能够拍到。那有的人可能就会问了，那这一次国内的条件是不是不好？我是建议大家不要有这种思维，因为每一次的月全食都会不一样。那如果是月全食比较高，它的好处就可以拍摄整个月全食的序列。那如果在德国这边靠近 U2 的地方，尽管它可以拍摄长焦的月亮，但是月偏食的整个过程是拍不到的，所以各有各的好处。那既然我们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拍月全食的序列，那我们就好好的把序列拍好。等下一次，等到2026年3月3号这一次的时候，大家可以看这个 U2 这条线刚好经过国内，那这时候我们再去拍摄低仰角的月亮就可以了。下一次你看啊，这边经过甘肃、四川、云南、重庆，仰角都是比较低的，而往东边走就可以了。那只有到了 U3 线，到了这一边就不好了。那整个在新疆的西边这一边，下一次的月全食就不好了。所以每一次的月全食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根据月全食的具体情况来把这一次的月全食拍好就可以了。而这一次月全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月全食有一个中心，如果我们长按这个时间，就会把这个中心放在这个位置。这个所谓的中心就是月全食如果拍一个序列，它这个序列刚好是对称的，你就顺着这个纬度往上找，它这边都是对称的。那这个地方刚好在哪？刚好是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这一块。如果我把相机放到这个位置，大家看这两边的仰角，中心是39.4度，这一边是38.6，一边是38.7，基本上差不多，所以它正好是左右对称的。这个机会其实也同样非常难得，所以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依这些地方，阿勒泰这一边往南边走，西藏差不多已经到了阿里那一边了。那这一条线就可以拍到月全食左右对称的一个序列，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全国各地的月全食的计划。每一个计划我都会展示曲径宽的模拟以及大概的机位在哪。如果你们有自己的计划，也欢迎和我讨论。不过有一点我想说明一下，请大家不要私信来问我这些计划的准确机位在哪。这里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看到这个模拟图之后，其实很容易找到机位在哪，真的没有必要来问我。第二个，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最准确的机位，精确的坐标，大家都去那个机位，可能会闹一些不愉快，而且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我喜欢的构图不一定是你喜欢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想拍摄这个地标，自己用巧摄去构图，找机位在哪，就这么一个要求。好，下面我们就开始。
这里主要就是介绍国内的计划，那国外我就介绍新西兰的计划，因为新西兰这一次的仰角特别的低，所以我们可以拍摄它的 Sky Tower， 这是它的一个电视塔，月全食和电视塔在一起，它的机位是在这个地方，那差不多这里有个栈桥，所以可以站在栈桥上拍摄。如果你这一次刚好有机会去新西兰的奥克兰，可以去拍这样的构图。那在新西兰的北岛的南边还有一个雪山叫做塔拉拉基山，那这个山也可以拍摄一个月全食和雪山。我一直觉得月全食和雪山在一起配合非常好看，红的红，白的白，应该是不错的。好，那下面我来介绍国内的情况。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就是乌鲁木齐，为什么？因为我刚才提到过，乌鲁木齐刚好在这次月全食的中心线上面，如果拍摄月食序列刚好是对称的，大家可以看这个序列，前面这个塔叫做亚星塔，全称是亚洲大陆中心的一个纪念塔，纪念塔是中心，月全食又是中心线，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在一起还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它的机位大概在这个位置，所以这里如果你们想去拍，可能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怎么才能夜里能够进入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个景点。下面说到北京，大家自然会想到中国尊，中国尊的构图是这个样子，看上去还是不错的了，但是它的问题是机位似乎是在人民日报社里面，所以可能大家要找关系才能进去，如果在这个楼顶上去拍摄应该还是不错的。大型的场馆我想到的是鸟巢，因为鸟巢本身有很多的曲线和月食的曲线相互配合，它的机位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大剧院，反正是个圆形的，和这个序列也是可以的。大桥我想到的是新首钢大桥，我利用它的其中一个桥墩，那这个桥墩的造型我感觉和序列的方向配合蛮不错。另外这边其实是有斜拉锁的，只是没有把它显示出来，斜拉锁再加上这个月食序列还是蛮好看的。另外一个大桥我想到的是昌平的蓝环大桥，这个大桥上面其实也有斜拉锁，我感觉这个大桥因为看上去比较大，所以和月食序列配合在一起应该也不错。当然了，这个机位肯定不能少，这就是东北的那个角楼。如果它的机位在这个位置稍微偏一点点的地方，月序列的中心和角楼对上。布劳屯有个天文台，里面有很多的天线，我大概看了一下，最大的那个天线好像有点难找到机位，所以我这边找的是左边的一排的天线，这样一个构图。大家到了现场之后可以再仔细找一找，也许可以找到更好的构图。北京其实有很多 SOHO 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都比较现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银河的 SOHO，这个没有模型，不过大家还是可以判断出来机位大概在什么位置。这个 SOHO 我想到另外一个构图，就是框架构图，我们可以在 SOHO 的里面往外拍，这一边正好是个开口，如果开口刚好可以把月全食的序列给包括进去，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下面来说哈尔滨，我第一个想的就是哈尔滨的大剧院，剧院的曲线还是挺好看的。龙塔的机位比较受限，我看了一下，再往这边走就是一些居民楼了。这个楼如果你能上去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能上去，因为位置拉不开，所以你拍到实际上是序列和塔中间有交叉的一个画面。理想的情况实际上还是再往后退一点。我们再来讲一讲青岛，我想到的是青岛的情人坝灯塔，那这个灯塔我前段时间也去过一次啊，觉得还是蛮漂亮的。晚上你也可以随便到这个地方，这个机位就在灯塔的旁边。其他还有个地方就是五四广场的五月的风这个雕塑，我觉得和月食序列配合也是蛮好看的，机位差不多在这儿。好，下面我们来说说上海。一说到上海，大家自然想到三件套，可惜这次三件套的机位并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如果是在这个招商大厦旁边，我就算推到最后，这个序列也没法到这个三件套的顶上。那不过这个三件套有意思的地方，它刚好是个等差数列，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所以如果说这个序列能够在三件套的顶上，应该是蛮不错的。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你必须站到上海招商大厦的顶上178米的这个机位，才有可能拍到这样一个画面。那这个画面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但如果你能找到关系上这个楼顶拍，还是非常不错的。大桥我想到的是南浦大桥，机位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当然还有一个我想到的是南浦大桥这里有一个圆环，我们平时也经常拍。那如果在这个里面往西南方向拍，把圆环把这些桥面作为一个框架构图，应该也是蛮不错的。在上海的南边滴水湖附近有一个上海天文馆，那这个天文馆的曲线也蛮好，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刚好又是天文馆，我们又是拍月食，也是一种天文现象，所以这两个在一起我觉得挺好的。好，那下面说广州，那广州大家自然会想到小蛮腰的机位是在这个中心的岛上面。
那这时候它的位置实际上有点偏高，我更想如果月亮刚好在这个位置就好了，但是没办法，因为你想象一下，如果再近一点就已经在河里了，如果到了这个地方，月全食序列和小蛮腰交叉在一起了也不好。还有一个机位就是拍摄猎德大桥和小蛮腰在一起的一个画面，上面一个月全食的序列，那机位差不多是在猎德大桥的旁边。下面呢再讲佛山，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佛山的这个反塔，我感觉和月全食配合在一起非常的好看，机位就差不多在这个路边上的位置。还有一个佛山的电视塔，而且刚好也有机位，所以这样电视塔刚好顶着月亮。说到深圳嘛，自然是几个重要的地标了。春笋，著名的地标，春笋是首选的一个，它的机位在这个地方，就是金鸡的这个方向和这个月全食序列的方向也挺配合的。不过它这个的机位显然是一些居民小区，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上楼拍摄，就是不错的。我之所以选上头，是因为我想到了百回归线的雕塑，这个还是我自己做的一个雕塑，纯用巧色的 OBJ 写出来的一个雕塑，我觉得这个雕塑和月全食来配合也蛮不错的。最后讲一讲重庆的来福士，大家都知道应该是最大的地标，这一次它的位置如果从江对面往来福士拍，刚好是西南方向，所以我们可以拍到来福士上面是月全食的序列。这个是蛮巧合的。如果我们的相机位置放到这一块来，可不可以拍到是不行的，因为如果太靠近月全食，没法和这个来福士分开。那除此之外，如果说我们从刚才那个机位再往后，也就是在这个千佛寺的后面有一个喜马拉雅一个小区，如果自己能有办法进这个小区，在这个楼顶上实际上也可以拍摄的。那我们这边没有千佛寺的模型，那千佛寺差不多就在这儿，这是来福士，是月全食的序列，但这时候你的焦距可能要设到14毫米才能把整个都拍全了。我这边刚好有一个来福士的图，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前面是千佛寺，后面是来福士，那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构图。那这些计划我们就介绍到这，差不多说了有20个计划。那每个人其实对你们自己的城市比我要熟悉的多，所以我这些计划也基本上就是抛砖引玉的意思，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推荐的地标的这种思路，发掘你们自己的计划。今天这个视频呢，因为长度有限，我们就讲到这。后面我可能还会出一个视频，再仔细的讲一讲月全食的曝光以及一些特殊的拍摄月全食，比如说飞机领月或者是空间站领月这些比较高级的拍摄题材。好，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